大家好，这一期视频要说的是 WebView 相关的一些 capabilities 参数，主要用于安卓的混合 APP 的自动化测试。混合 APP 指的是在 APP 中嵌入一些网页，通常是用 WebView 组件展示。好处是开发的时候可以快速部署更新内容，不需要提交更新到应用市场去审核，就是比较适用于内容频繁更新的情况。那么混合 APP 和原生 APP 的自动化测试有什么区别呢？之前有一期说到 Appium 框架原理的时候，说的是 UI Automate 2的驱动。但是混合 APP 如果自动化测试时需要操作里面的网页的内容时，这个时候本质上做的是 Web 自动化，然后呢，需要用到的是浏览器的驱动，通常就是 Chrome Driver， 也就是谷歌浏览器的驱动。如果有做过 Web 自动化的，应该对这个比较熟悉。那么当遇到 Web 内容时，如何切换到 Chrome Driver 呢？就是通过切换上下文。举个例子，假设有个翻译人员需要帮助说中文的客户和说英语的客户进行沟通，跟说中文的客户沟通时说的是中文，那么跟英语的客户交流时就需要把语言切换到英文。当然，如果需要跟中文的客户再次沟通时，又需要把语言切回中文。刚刚说的切换上下文就跟这个例子有点像。现在来看一下相关的参数。这里有个 browser name， 就是浏览器名称，一般设置为 Chrome。如果设置这个参数，驱动就会尝试从 Web 模式启动。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被测 APP 可能打开的时候，第一个界面它就是一个网页，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参数。但是这个参数呢，它是不能跟 App Package 这个参数同时存在的。然后看一下其他的参数。这个 Auto Web View它设置为 True 时，就是会在 APP 启动后尝试切换到 Web 上下文。如果你的 APP 启动后显示的不是 Web 内容，就会报错。所以这个需要看情况来确认要不要设置。这几个参数的话是跟 Chrome Driver 相关的。现在来详细说一下。就是要做混合 APP 自动化测试时，也是需要做一些配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开发设置待测的 APP 允许 WebView 调试，这个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设置的话，我们这个测试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所以说可以让开发人员配合一下，比如说在 debug 版的时候设置允许调试 WebView， 然后用命令去查看一下手机上的浏览器版本号，再去下载对应版本的驱动。那下载的话可以是手动下载，也可以是自动下载，它们需要设置的参数是不太一样的。手动下载的话，不同的版本它也是从不同的地方去下载的，有一个分界线，就114或以下的版本就去这个地方下载，然后115以上的版本是另外的地方。如果是手动下载，下载后设置这两个参数。这个是手动下载解压后 Chrome Driver 的存放位置，然后这个是禁用版本校验。看一下前面这里这个版本号，这是我的模拟器输出的版本号，
最后一位是 build 号，有时候不一定能找到完全匹配的驱动。如果不设置这个参数的话，当没有完全匹配的驱动时，它就会报错。然后看一下这个自动下载的，自动下载的话是需要准备一个版本映射文件，就是映射浏览器和驱动的版本。然后 IPM 会根据这一个映射关系，它去检测你手机上面的 Chrome 版本，然后再去这个文件里面找到一个匹配的版本去自动下载。自动下载的话，在启动 IPM 服务的时候，它需要设置一个额外的参数，就是允许自动下载 Chrome Driver。然后在 IPM 客户端要设置这2个参数，一个是自动下载后存放的路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映射文件的位置。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由于我近期要录视频，然后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IPM， 在使用方法2的时候，也就是设置自动下载的时候就踩坑了。可能是官方文档没来得及更新，或者是 bug， 总之就是会报错。然后我就把主版本从 IPM 3降到了 IPM 2。基本上的话就是需要先把之前安装的驱动给卸载，然后把 IPM 卸载，再去安装指定版本的 IPM 以及相关的驱动。当然了，如果你之前有装了这一个 iOS 自动化的这个驱动的话，你卸载重装之后，就需要重新配置一下 WebDriver Agent 的这个插扣项目，并重新编译。就是这个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用这个命令可以查看到一些它的可用版本。不过最好的话还是去查看一下它的变更记录。看到有这个 UI Automate Tools 的驱动有一个重大变更，就是 5.0.0 的版本是兼容 IPM 3的。所以我们现在把 IPM 降到了2之后，那我们就不能用 5.0 以上的版本，因为大概率是不兼容的。那可以装一个 4.2.9 或者 4.2.8 都可以。接下来就是查找元素了。查找 WebView 里的元素跟查找安卓原生 APP 的元素是不太一样的。可以打开这里看一下说明。它就是需要通过这个谷歌浏览器的一个开发者工具去远程调试安卓设备。这里呢，就是在手机上面开启 USB 调试，这个我们之前都设置过了，就不说了。然后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就是这个 Chrome， 我现在这个就是谷歌浏览器。然后就是打开这个页面。那我现在也打开了。这个过程呢，就是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可以在列表中看到当前连接的安卓机。那这个就是我的模拟器了。现在我没有连真机，所以这里只显示了一个模拟器。然后在你的备测 APP 上面去找到这个有网页的这个界面，比如这个我让 AI 改写了一下，这里就是打开一个网页，我这个是一个网页，然后它这里就能看得到，这里我打开了一个
网页。这个网页其实是我本地自己启动的一个 Web 服务啦，所以它这个地址是用 IP 的，没有域名。然后就可以点这里或者这里去查看这个页面的元素了。好，稍后再进行演示。接着往下看，就是这里都配置好之后，可以开始写代码。这个关键的部分呢，就是你点击到这个地方，要等待这个 Web View 出现，所以呢，这里会需要增加一个等待它这个 Web 上下文出现的一个条件。然后出现之后，再去切换它，切换到这个上下文之后，再去对这个 Web 的元素进行相应的操作，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等会我们演示的时候再进行详细的说明。现在就来实践一下。在开始之前，先手动执行一下今天的测试用例。我让 AI 帮我改写了一下安卓 APP 的代码，然后呢，点击这个 Gallery 就会打开一个 Web 页。这个页面其实也是我本地启动的一个 Web 服务。然后呢，点击这个按钮去显示一张图片。然后这个时候我去对这个界面进行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就是记录一下我当前这个 Web 页的操作结果，然后再点击回到 Home 界面，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为了节省时间，代码我已经提前写好了，还是在之前的 demo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我们先试一下手动下载 Chrome Driver 的方法。这里设备 ID 我用一个变量名来保存，然后方便修改。这两个参数就是刚才说的手动下载之后 Chrome Driver 保存的位置。然后这里是禁用检测 build 号。这个参数的话呢，就是为了方便调试，我需要输出 Chrome Driver 相关的一些日志。现在去手动下载一下，这个我之前下载的先删掉。按照前面说的这个，首先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我的版本号是83，然后呢83是在114以下，所以我是从这里去获取，然后再用这个输出结果去拼接下载地址。这个就是这里的输出结果。好，然后我是 Mac 版，我就下载这个。下载之后打开，我打开的时候，这个是系统自动解压了哈，然后就把这个 Chrome Driver 这个文件，我复制到这里来，比较容易查看。这个目录的话，其实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啊，无所谓的，不一定叫这个。好，然后我设置它的这一个 Chrome Driver 的位置就是当前项目目录下的 Chrome Driver 文件夹下的 Chrome Driver 这个文件。OK，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因为这个 Chrome Driver 它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可执行文件 ，Mac OS 呢默认是不允许打开的，就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它会把这个文件进行隔离，
为了防止在测试的过程中它会弹出这个提示的弹窗，我现在就是用一条命令把它取消隔离。把它所在的位置拖动过来。OK， 执行成功了，它应该就不会弹出弹窗了。然后这个参数是显示 Chrome Driver 相关的日志，就是为了方便调试，所以设置这个参数。来看一下测试用例的代码，这些都还是之前的操作没有变。然后点击 Gallery 菜单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等待这个 WebView 上下文可用。这里用到这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做过 Web 自动化的人应该也是比较熟悉，我们就不去深究它了。其实它就是说等待达成某一个条件。那我现在设置它就是说最多等待15秒，等待我的这一个WebView 的上下文出现。那它这个方法它是怎么写的呢？可以大概看一下，就是把 driver 这个参数传递进来，然后我去获取一下它的这个当前所有的上下文数量。正常情况下呢，它是只有一个原生的上下文数量，就是1。当它出现那个网页的时候，它就有 Web 上下文，一般情况下数量就是会大于1的，所以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条件，等待。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就是如果你不等待它出现的话，就在它还没有完全加载出来的时候，你直接去切换上下文，它可能是会报错的。这个就是获取当前所有的上下文，你看这个是复数，它就是所有的上下文。然后我打印一下这些信息，方便等会我们看一下它实际是什么内容。这个输出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列表，然后我就切换，这个是关键，切换到第2个上下文。这里其实也可以用上下文的名称，但是我比较懒得去记这些东西，所以我一般都是获取到所有的，然后再去切换到第2个上下文，一般就是 Web 的上下文了。然后开始去查找这个网页上的元素。这个上下文在这里注意一下，已经切到 Web 了，所以呢，查找元素的时候要用到的不是我们之前的这种 Appium by， 是用这一个 by， 这个是Web 自动化的一个查找元素的方法，可以往前面去看一下它是哪里来的，就是做 Web 自动化时用到的这个 Selenium 的一个查找元素的方法。好，然后就去查找元素。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刚前面说的，就是你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就是一般如果你点这个它不生效的话，你就去点这一个查看。然后呢，我现在是要去查找这一个按钮，并且进行点击，对吧？点一下这里，选择元素，然后呢，选择它，这里就会定位到这一个元素，可以看到这一个元素的一些属性，什么类呀，还有 ID， 包括它的文本、它的标签类型这些东西。那我现在呢，我是通过 XPath 去查找。那我构造的这个 XPath 值呢，就是button 标签，并且是文本等于显示图片，就是这样子。找到这一个按钮，然后去点击它。OK， 然后点击之后呢，它是
需要有一些时间来加载图片，那我就给它等待2秒，然后去做一个截图记录操作这一个 Web 页的结果是否正确。然后呢，我打印一下现在的当前的上下文，看它是不是 Web 的上下文。接下来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做完这些之后，我会回到 Home 界面。那这些按钮呢，它都是原生的，所以我要切换回原生的上下文，就是回到第一个上下文。然后呢，再去打印一下，看它的当前的上下文有没有切换成功。切换回来之后，我再去点这2个按钮，回到 Home 界面。OK， 过程就是这样子了。现在来执行一下，启动 Appium 服务，然后执行测试。点击显示图片，回到 Home 界面。OK， 这里可以看一下刚刚打印的一些信息啊。这里是还没切换上下文的时候获取当前所有的上下文，这里可以看得到它就是一个列表，这个是原生的上下文，这个就是Web View 的上下文了。然后在打印切换之前的上下文就是确实是原生的。切换到 Web 上下文之后，我们又打印了一次，可以看到它就是 Web 的上下文。然后最后再切回原生的上下文，我们又打印了一次，也就是又回到了这个原生的上下文，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好，看一下这个截图，确实是我们刚刚查看图片之后的这个内容，这也没有问题。好，现在把这些刚刚下载的这些以及这个截图也删一下。我们用方法2，也就是自动下载。先把这2个参数注释掉，用这2个参数，这个是一个是保存这个 driver 的目录，还是这一个。然后呢，现在需要去获取一下这一个映射文件。全选，然后复制。新建一个 mapping.json 文件，把刚刚复制的内容粘贴过来，保存好。我现在就暂时把它放在项目的根目录下了啊。所以这里设置的就是项目根目录下的 mapping.json 文件。OK，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个测试用例的过程是一样的。回到终端，先把这一个服务停掉，不要忘了刚刚前面说的，如果是自动下载的话，启动 Appium 服务的时候需要加一些参数。好，这个过程会有点慢啊，因为它要去下载这个驱动。当然，这一次下载之后，下一次它检测到已存在，就不会再重新去下载了。OK， 测试通过了。可以看到这里下载了一个 Chrome Driver，
然后看一下截图，也没有问题。OK，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下期再见了，拜拜。